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谁找贾总，你们都说不认识。这里只有姚总，没有什么贾总。是。小周，你一会儿和我们上去，在门口警戒。是。朵朵，你的任务是照看好老太太，稳定住她的情绪。是。你们4个看住4个出口。是。走。妈，说我不在啊。谁呀？这么晚了？我们是法院的。法院的找我干什么？我们是来找贾有道的。听说你儿子贾有道今天晚上回来了。傍晚的时候啊，是回来了，给我撂下钱呐，又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哎呀，我哪知道呀？这烟灰缸里的烟还冒着烟呢。哎呀，是我呀，睡不着觉就想抽支烟，这不刚抽了2口，你们就敲门了。大娘，我们执行公务需要搜查一下，这是搜查令。我是法官雷鸣，他是法官助理胡克。那爱搜啊，你们就搜吧，别给我把东西弄乱了就行。贾有道真是狡猾了，让我们又扑了空。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我们一定能找到。可是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把欠的债还了，不就得了？妈，您不懂，您不懂啊。被执行人贾有道在我市的几个区设计了多项诉讼案件，共欠银行贷款、供货商的货款、员工的工资，以及他前妻的小孩抚养费，共有3000多万元债务。那么我们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呢，要求贾有道对他的财产进行申报。根据申报的情况，我们对他财产进行了调查。情况怎么样？非常意外，贾有道的名下只有一套4居室的住宅，由他母亲居住，别的再无其他财产。而且他经营的汤泉酒店生意冷清，几乎连基本的费用都支付不了了。根据酒店员工的介绍，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在酒店露面了。干什么？骗我！别抓我！啊！条家，条家。睡舒服啦？我这被你呼噜声打得一宿都没睡好。来，我也是，我做了一夜的噩梦啊！又梦见法官追你了？太吓人了！哎呀，我梦见咱们酒店了。最近生意怎么样？咱们酒店现在没有客人啊。我这个酒店老板几个月不露面了，生意肯定好不了了。也不是咱们一家酒店这样，那些高档酒店不都也没有生意吗？等下个月租期到了，咱们就走吧。这酒店我整整经营了10年了，你说我怎么我说是得了吧你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你还这么念旧呢？切！你们提到的这个贾有道啊，是区人大代表，平日里温文尔雅，一副儒生的派头啊。院长，说实话，正是因为他这个人大代表的身份，让我们执行起来有些畏手畏脚啊。我有一个想法，想请示一下。说，昨天我们对贾有道这套住房进行了勘察，如果在网上拍卖的话，应该卖到600多万。我们是不是考虑可以先将这套住房给执行了？按照规定，唯一的住房也可以执行，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一定要把他母亲安置好。我同意古局的意见，马上签发公告，让贾有道的母亲限期腾房。如果他拒绝腾房，你们再强制执行。我们依法办案啊，绝不能前怕狼后怕虎。领导发话了，我们干起来就有底气了啊！您喝水，谢谢。您瞧我这酒店经理当的，这酒店一开门就赔钱，这水电费、人工费都赚不够，老板几个月都不来了，员工天天找我要工资。按理说，你这个酒店的地理位置、硬件设施都不错，怎么就经营成这个样子了？现在的高档酒店哪一家好活过？这公款消费没有了，谁愿意掏自己的腰包来住高档酒店呢？
但是生意做不好也不能欠钱不还呀。这是老板的事情，跟我们员工也没有关系啊。胡克到哪儿了？胡克在法院门口被一个当事人给拦住了，那个当事人突然犯病进医院了，估计1时半会儿来不了了。我们先去前台看看。哎，现在是营业时间，您去前台不太合适吧？你有什么需要，我让服务员过来就行了。哦，不用了，你放心，我们不会影响你们正常的营业，我们自己去吧。上个月你们的入住率这么高，怎么财务的账面上没有进账啊？啊，这些都是办了卡的客人，现在呀，只有办了卡的客人才会来。这卡里的钱用完了，大家都不来了。那我们要核查一下入住台账。啊，这样不可以，泄露客人信息是犯法的。我们这是在执行公务，请姚总配合。别拿执行公务吓唬人，你们这些执法人员应该更守法才对。没有合法的手续，谁也不许查。保安，哎，姚总，您别激动。本来今天我们有搜查令，可是拿搜查令的同志在路上遇到点小状况，赶不过来了。这样吧，今天呢我们就不查了，下次再来。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做手脚，因为任何信息的修改在电脑上都会留下痕迹的。我做什么手脚？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我犯得着吗我？最好如此，咱们走。姚总，你们给我听好了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酒店，更不允许他们查我们的电脑。好嘞。您说这胡克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啊？我们法院这天天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这法院啊，有时候什么都得干的。你看到我的笑容，不要感到幸运；即使你真的看到了我的笑容，也不要以为这世间如你想象般美丽。我必须告诉你，你要告诉我什么呀？啊，我要告诉你，爱你。哎呀，好了，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法官都盯上我们的酒店的流水账了。你不是早就有对应之策了吗？那个雷法官贼着呢，他要一单一单的查。嘿，哎呀，你说这些法官吧，又不是欠他们家钱，犯得着那么较劲吗？别说那些没用的，赶紧想想办法。来，宝贝儿，坐下。这办法呀，得你想啊。自从跟了你呀，我就变得越来越笨喽。别闹。来，喝点水啊。哎，先不喝了。我有一个好办法。你给我写上欠条，就说你欠我1000万，等他们查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就说那1000万是你还给我的，不就行了吗？这样啊？哟，行啊。你怕我赖账啊？啊，没有，听我说。放开我！宝贝儿，你听我说啊，如果我不放心你，我那钱就不会打到你的账上了。如果我不放心你，这别墅我就不会写你的名字了啊。那欠条你写不写？你看啊，我是这么考虑的，就单凭这么一张欠条，
能骗得过那些法官吗？那你可要想好了，那笔钱比法院一笔划走了，我们俩下半辈子只能喝西北风。你好，你去拿纸和笔，我写还不成吗？你去，快去啊！这还差不多。局长，通过对酒店账目进行仔细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酒店呢，有时候入住率很高，但是财务进账却很少。根据酒店经理姚晶晶介绍说啊，这是因为酒店的客人用以前办的卡来消费，所以现在酒店根本没有现金流。我们要求调查酒店的入住台账，姚晶晶以保护客人的信息和隐私权为由，坚决不同意。他不同意，你们就不查了？当时啊，我们有点理亏，因为搜查令在胡克的身上，胡克被一个当事人缠住了，之后送了他去医院，就没能及时赶过来。你们出去办案，要切记严格依法，各种手续、证件、设备一定要带齐，千万别让人挑出瑕疵来，那样工作会很被动。哦，还有，贾有道还没有消息啊？姚晶晶说贾有道出去筹钱去了。根据贾有道的行为，我认为应该把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这个按规定办。好。贾有道的母亲还没有腾房。贾有道的母亲接到腾房的通知以后，没有说不腾房，但是也一直没动静。我们正准备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这公告的期限已经过了，你们可以考虑强制执行。给他周转的安置房已经租好了，就在他同一个小区。为了他生活方便，租住了一个一居室，这样他买菜什么的都方便一些。工作做好了，你们就执行吧。是。干什么事情都要动脑子，不动脑子，一辈子只能当个服务员。这房间都让持卡的客人给订走了，我拿什么发工资给你们呀？以后啊，对现金用户要优先啊。您看我这经理当的也不容易啊。你这样对持卡用户好像不太公平啊，人家早就把钱给你们了。法官妹妹，你说的对，但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酒店水电费要交，员工工资也要发。姚总没有办法，我们秉公执法，那更是没有办法。姚总，这是搜查令，你看看。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本次执行的过程将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可是严格依法办案。这手续全了就好办了吧？这往后啊，要出什么乱子，我也没有什么责任嘛。法治社会嘛，大家都依法办事，你们依法办案，这我们依法经商嘛。真没想到姚董的法治观念这么强。现在嘛，不懂点法，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吗？不是。哎，你们两个快帮法官把那个入住台账整理一下。哎，等会儿，姚总，不用麻烦你们了，我们自己来吧。啊。雷法官，虽然你们是依法办案，但是查我们酒店入住台账的事情，还希望多保密。这要不然谁敢再来我们酒店了？这个你放心，这些信息资料只有我们办案人员才能看到。你们看看这几页，除了现金和消费卡消费之外，还有一些是通过一家旅行社订的房，
可是财务的账面上并没有显示。也就是说，这家旅行社光订房，不付款，这是不是很奇怪啊？那旅行社订房的钱去哪儿了？是，走，去这家旅行社。白茶1年为产，3年为保，7年为药，这10年的呀，当然与众不同了。我这嘴巴，全让燕子给喂掉了。以前啊，我到她这里来买茶，每次燕子总是送我一点更好的茶。这一来二往的，我这嘴啊是越喝越掉，茶也是越买越贵。你们看，燕子是不是很会做生意啊？您这样说可就不对了，人家燕子啊，那是对您好。您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就是要尝尽人间美味吗？这也不舍得，那也不舍得，哪天两腿一蹬，留下的钱给谁花？你们说的也对，要没有燕子，没准现在我还天天喝那几10块钱1斤的花茶呢。马哥啊，明白这个理儿就好。不过，人啊，总不能整天为了吃吃喝喝的，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对了，燕子，那个诗歌朗诵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哦，场地问题解决了，在道哥的青瓦台汤泉酒店会议厅，能坐100多人，现成的舞台，关键是费用全免。老道会这么大方？他呀，要参加咱们诗歌朗诵会。他？燕子，嘘，道哥，你可真不经念叨啊！哎呀，说什么呢？是不是在背后说我坏话呢？啊？我们哪敢说您坏话呀？我们这儿啊，正表扬您呢。我们这诗歌朗诵会没您可怎么办呀？哎呀，这酒店呀，不就是咱自家的吗？以后啊，只要搞这种弘扬咱们传统文化的活动，只管说啊，没问题。几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今天我们来是想来了解一下你们旅行社跟青瓦台汤泉酒店合作的情况。他们出什么事了吗？贾有道欠了别人的钱，他一直不肯归还，现在案子正在执行阶段。哦，他欠钱啊，跟我没关系，反正他不会欠我的钱。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们之间的业务往来。我们之间合作很多年了。那你们之间有合作协议吗？这个我得找找。小陈，小陈，哎，你把汤泉酒店的合作协议给我找出来，我也不知道放哪儿了，你好好找找。好的。这么重要的协议您都不记得放哪儿了，那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嗨，能出什么问题啊？就算出问题，也是我这儿出问题。再说了，这协议这东西嘛，它管得住君子，它管不住小人啊。要是真遇上一个赖账的，就算有协议，又有什么用？你们法院不也没办法吗？说的有点道理。邹总，您看是这个吗？哟，还真让你找着了。行，去吧。你看，我们签的协议很简单，只是一些框架性内容。啊，几位请坐，请坐，请坐。不客气。啊，我让你看一下，这个协议上明明写着，你们的房款应该打到酒店的账户上。可是据我们了解，这2年了，你们可一直没给酒店账户上打过款呢。这起初呢，我们按照协议，一直是把款打到酒店的账户上的。后来有一次，我跟贾总还有酒店的姚总一起吃饭，姚总提出以后把款打到另外一个账户上。什么账户？姚总的个人账户。伯好。哎，干什么呢呀？我是房屋中介。哎，您看，房屋中介。伯伯，我有那么老吗？
你这大半天去哪儿了呀？哎，中介小哥，来干嘛？你干什么去了呀？你这上黑名单的人，不怕法院把你给抓住啊？哎呀，我在家里呀，实在是闷得慌，就到那个燕子茶馆坐了会儿。别了，你还没回答我呢。刚才那中介小哥到咱家来干嘛来了？哎，你说中介现在是不是有毛病？没事就问我买不买房，我说不买，他又问我卖不卖房，我说不卖。为了做一个生意，都跟得病似的。我还以为呀，你在家里偷偷的找小鲜肉呢。胡说什么呢你？你打我干嘛？你打我？我打你怎么了？哎呦，你敢不敢胡说了？叫你这动手！你敢不敢啊？敢不敢？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要讨厌你呀！哎，你轻点啊！鉴于贾有道母亲上了年纪，我们又是第一次执行被执行人唯一的住房，市中院领导对这件案子很关心，今天也在中院的执行指挥中心关注了这个案子。好，如果老太太情绪激动，出现了问题，怎么应对啊？这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了救护措施。这样，我和叶朵朵先上去，劝说贾有道的母亲。如果老人家不同意腾房的话，我们再见机行事。胡克、周赛，你们几个负责清点家中的物品。是。走。您的儿子贾有道欠了别人不少的钱，依照法律规定，需要把这套房子拍卖了来偿还债务。之前呢，我们通知过您。今天来啊，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搬家腾房的事情。我们是依法办案，还希望您老人家能配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您生活的影响，我们在这个小区里给您租了个一居室。考虑到您在这一片都住习惯了，特地在这个小区给您租的。你们想的挺周到的，搬吧。大娘，谢谢您配合我们工作。哎，谢谢你啊，大娘。我呀，不是配合你们工作，我是想啊，替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赎点罪孽。能赎多少算多少吧。把这段视频留住，将来啊，让贾有道好好看看，让天下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老赖们都好好看看。对。请坐。这房子你们也看了，中意不？中意。那这价格也接受了？价格能再降些就更好了。要不是因为我着急用钱，这个价格我是不会卖的。对，姚姐说的没错，这价格在我们这儿您真是捡着漏了。
价格咱们不说了，不说了。那咱一次性付清没有问题吧？那没问题啊。那姐，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一个要求，我要1个月的时间来腾房子。整个腾房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可以考虑进行网络拍卖了。贾有道母亲那2句讲话很感人啊，对这些老赖来说，比跟他们讲多少大道理都管用。院长提出，如果能通过媒体宣传一下，对执行工作的开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多多，这个宣传任务就交给你了。好，我先做个文案。其他情况进展如何？酒店那边呢？经过调查，酒店的部分收入直接进入了一个个人账户。什么？酒店的收入怎么进入了个人账户？姚总，旅行社应该打给酒店的住房款项，却进了您的个人账户，这是怎么回事？我早知道你们会问这笔款子的去向，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这笔款子到我的个人账户里，自然有它的道理啊。什么道理？因为贾老板欠我钱，他说用旅行社订房的款分期付给我，我就答应了。但谁知道酒店这2年生意越来越不好，钱到现在没还给我，我亏大了。贾有道欠你的钱，他能欠你什么钱啊？你是法院聘请的临时工吧？说话这么外行。哎，你什么你啊？贾有道欠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姚总，您这样说就不对了。这些钱是酒店的应收款项，这当然跟我们有关系了。您说贾有道欠您的钱，有什么证据？我当然有证据了。那我们都要看看您说的这些证据。这么大笔欠款的证据，你们会带在身上吗？那证据在哪儿？在家呢。那我们现在就去您家里。这样步步紧逼，你们有意思吗？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工作。可我也在工作呀，酒店已经受到影响了，你们有替我想过没有？我们很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有配合我们办案的义务。看来不带你们去也不行了，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小给时间。接电话呀！姚总，姚总，姚总，你在里面吗？谁呀？姚总，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哎呦我的妈！姚总这房子挺土豪啊！啊，这些啊都是我贷款买的，我这没日没夜的工作，才勉强还得了贷款。来，啊，我们。
姚总，我能参观一下你的大 house 吗？啊，家里太乱了，我先去收拾一下啊。雷法官，来，喝点水。姚总，您不必客气，我们只想看看您说的证据就好了。雷法官，是这样的，这个欠条的内容牵涉了我很多个人隐私，我还希望你们能替我多多保密。这个您放心。在办案过程中涉及到的个人隐私，我们都会严格的保密。你们喝水，我去取一下。姚晶晶不是说她单身吗？怎么会这样？那你怎么不去告他呀？告他有什么用啊？工作丢了，名声坏了，一辈子让人戳脊梁骨。好了，姚总，感谢你的配合，我们走。请，慢走啊。来，给。好。本人贾有道。哎呀，这后边怎么写啊？就写你欠我1000万，愿以青瓦台汤泉酒店的收入分批还给我，直到还清为止。我是酒店大老板，你是给我打工的，我欠你1000万，这别人要是追问起来，欠的什么钱啊？解释得清吗？你解释不清啊！
也是啊，你欠我这么多钱，谁会信呢？所以啊，亲爱的，不是我不想写这张欠条，就是写了也没有用。再说，更显得此地无银300两，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那你就写，你强迫我发生关系，怕我报警，愿意1000万做赔偿。哎呀，这也忒贵了吧？贵吗？哎，别就说，哎呀，不贵啊！你放手。你想想啊，一边是1000万，一边是蹲大狱，对于你一个资产上亿的老板来说，当然愿意出钱平事儿了。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钱可以免牢狱之灾的话，有多少人排着队等着交钱呢？快写，快写！哎呀，颠倒黑白呀！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嘛！你说什么呢？快写！啊，你这个小妖精啊，迟早呀会把我害死的。那也是你活该。说你小妖精。好。去哪儿了？吓死我了！我才差点被吓死呢。我刚醒来啊，看到你的微信，哎，你带着法官就过来了，吓得我衣服都没穿，我跑地下车库去了。今天把他们打发走了，保不齐过2天他们又来了，万一给撞见了，咱俩不就前功尽弃了吗？那怎么办？这地儿你是不能再待了。我不住这儿，我住哪儿去啊？你住哪儿都行啊，必须得避避风头。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干脆啊，躲你们老家去了。那儿山清水秀的，说实话吧，这地方真把我憋得够呛。瞧把你给美的！你一个上法院黑名单的人，你飞机不能坐，高铁不能坐，你去我老家坐绿皮火车。哎，那你得想个辙呗。要不在附近给你找套房子吧？啊，行啊。那个姚晶晶，平时看她凶巴巴的，没想到还有这种悲惨的遭遇。她怎么不去告那个贾有道啊？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我们作为局外人，也没法去评价这事儿。这个欠条啊，如果是姚晶晶以报警为由胁迫贾有道写的，那在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可是姚晶晶说是贾有道自愿写的，那现在找不到贾有道，谁能证明这贾有道是不是受了胁迫呀？那案子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领导要求解决执行难，这怎么解决呀？只要干劲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找不到财产，咱们可以找人呢。我们要调整一下方向，想方设法找到贾有道。对，哎姐，喝水。谢谢。姐，房款都到你账上了吧？到了。那您到时间别忘腾房。房子我一定会按时腾的。我想让你再帮我找一间房子。没问题啊。您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我想要一个1居室，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这些够1年的房租了吧？价格你跟房东去谈，剩下的都是你的好处费。哎姐，我这刚好有一套，向阳通透，绝对适合您住。就它了，剩下你去办吧，到时候把钥匙给我就可以了。哎，好嘞，姐你慢走啊。哎，美女啊，你们团队留一下。啊，朵朵做的那个宣传方案我看不错，最好啊能协调一下最高法院的新闻传媒总社，在全国宣传一下。好。啊，顾局啊，我去跟中院研究室沟通一下，他们跟传媒总社比较熟悉。好，你们这案子进行的如何了？
最近我们准备调整一下主攻方向，从找财产为主，改为找人为主。我想，只要找到了人，我们就不愁找不到他的财产了。有道理。像他这样的人，光上黑名单是不够的。那你们有些什么想法？我想，我们最好取得公安局的支持，借助警方大情报系统，这样可以对贾有道进行更严密的布控。无论他住什么酒店，坐什么车，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他的行踪。协调公安局应该没有问题，最大的障碍还是贾有道人大代表身份的问题。这人大代表的身份本来是让他为人民办事儿的，现在倒成他的保护伞了。这是法律规定，对人大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是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的许可。我们都是做法官的，更要注意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二字，不能为了维护这个法而违反了另一个法。房子去看了吗？怎么样？哎呀，反正也是临时住住，瞎凑合呗。等酒店的合同到期了，我们就远走高飞。后天我回一趟老家，来回大概1个星期吧。哎，那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回去得了啊。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这人家躲都来不及，你还往外送，外面多少人等着你呢？哎，我又忘了，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呢。你明天就搬过去吧，没事就别过来了。这万一法院在这里安了监控，这麻烦大了。啊，你一个人走了，把我没白天黑夜的关在那小破屋子里头啊，憋死我呀！你要是真憋的话，去找你的燕子妹妹啊。不是你不吃醋了啊？一个卖茶叶的，我跟他吃什么醋啊？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姐妹啊，请举起诚信的旗帜，让善良融入每一个细胞。别忘记，我们是炎黄子孙，有5000年文明。我们要让中华腾飞的梦想在全世界燃烧。好，不错不错呀，朗诵的好，语气、节奏、吐字都很不错。关键这首诗选得好。没错，燕子，你这首诗选得太好了。当今咱们这个社会啊，太需要诚信了，啊，老道，你也这么认为啊？哎，你什么意思啊？算了，不说了。哎，道哥、马哥，刚才不是说我这首诗选得好吗？可见英雄所见略同。我和他英雄所见略同。老马，今天你怎么了？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我阴阳怪气儿？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你知道什么呀？你给我说清楚了，说清楚就说清楚。你就是个不讲诚信、欠债不还的老赖。马哥，哎，说什么呢你？道哥最讲究了，买我的茶，从来没欠过账。他欠人3000多万，法院判了还不还？他老娘住的房子都被法院拍卖了，这就是他老娘，老娘还在替他赎罪呢。能赎多少，算多少吧。你还有脸看？
根据区人民法院关于提请许可对人大代表贾有道采取布控和司法拘留措施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32条的规定，决定许可对区18届人大代表贾有道采取布控及司法拘留措施。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哎呀，感谢人大常委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维护法治权威，绝不是你们法院一家的事情，更是人大和常委会的责任。说心里话，我们为有这样的代表感到痛心。常委会正在对下一届代表提名办法进行研究，我们坚决不能让那些法治观念淡薄、藐视法治权威的人混入人民代表的队伍中来。人大常委会太给力了，这样不但对贾有道可以实施布控，还可以对他采取司法拘留措施。那你们马上给公安局起草一份对贾有道布控的函。好的，回去马上办。哎，这个还需要你们填一个布控申请表。申请布控级别3级，布控范围全省。那这个布控原因呢？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的判决，隐瞒常住住址。好，我们一定会配合你们的。我。您是？我找姚晶晶啊。他已经搬走了，这房子卖给我们了。房子卖了？没错啊，这房子上个月就已经过完户了。等，我问一下，你知道姚晶晶她搬哪儿去了吗？她搬哪儿，我们怎么知道？你去问她去吧。姚总，你们姚总人呢？我怎么知道啊？姚晶晶不在，上哪儿去了？他都1个月没来上班了。什么？这不太可能啊！该死的妖精！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必须马上见到你。你在哪儿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心虚了是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回答我。我本来不想接你电话的，想了想，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比较好。你说就说，我洗耳恭听。贾有道，你照镜子看看你的脸。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怎么看我？你老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你是什么人啊？一个地道的老赖。银行的钱你赖，合作伙伴的钱你赖，辛苦为你打工的工钱你都赖，就连亲生孩子的抚养费你都要赖。我把下半辈子都交给你，我是不是有病啊？你这样对我。我饶不了你！我劝你不要再闹了，那点钱就当做我的青春损失费吧。啊，如果你非要闹的话，有2种可能：一，你白纸黑字的承认了你强奸了我，会被当成强奸犯抓入大牢；二，你跟法官说，你为了逃避执行，伪造了那张欠条。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同样会被抓进大牢。 2种后果，你自己选。
无所谓的。骗子，大骗子，姚晶晶，你他妈就是个大骗子！我他妈！ 贾总，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谢谢。我自己能走啊，忙去吧，我自己能走。贾总，您不能走。我真的自己能走啊！贾总，您真的不能走。干什么呀？你们这是？您得把工资给我们结了。什么工资啊？ 姚总一直说没钱，连这3个月的工资都没发了，1个月3000多，3个月就是1万。明天我保证把你们俩的工资我给送来，行不行？不行，您今天就得把工资给我们结了。哎呀，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哎，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表可是限量版的，我我花了3万多块钱买的呢。 正好我们还有1个人，3个人就是3万。哎，不行，我这限量版就不行，对不对？小我就我少。下手真狠呐！ 对不起你，妈老了，无所谓了。妈就是担心你。你说你的路还长，你这么东躲西藏的，一辈子啊。妈，我知道错了。今天我回来呀，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要出趟远门，去讨一笔款。 等把钱要回来，就把我欠的钱都还上。这就对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知道了。妈，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妈，起来！贾有道终于有动静了，今天晚上11点的火车。贾有道的拘留决定，院长签过了吗？签过了。好，雷鸣，立刻带领你的执行团队，再多配上几名法警，务必在10点半之前赶到火车站。是，马上出发。
小一点，先，我现在看，出发，出发。你们干什么？哎，这抓错人了！你们抓错人了！贾有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15条、第116条的规定，对你进行拘留。知不知道我是人大代表？你还好意思说人大代表？别给人民丢人了！我，哎，放开我！把他带走。好，干得漂亮！太好了。我真的是没钱了。你经营汤泉酒店这么多年，说没钱，谁信呢？我说没钱吧，你们不信。啊，要不这样吧，你们去找吧，只要找到了，都用来还债。雷鸣，别审了，让他回来。今天啊，就到此为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查实你是故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那我们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这金钱和自由，孰轻孰重，你自己选择吧。局长，哎呀，你们打了一个漂亮仗，顺利的拘留了贾有道。慢点，慢点。哎呀，我们正准备乘胜追击，将贾有道一审到底。你这个时候着急让我们回来，贾有道藏匿了多时，肯定想好了对策。你现在审也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咱们呢，不如晾着他。大家伙都很辛苦这些天，咱们呢早点回家，好好休息，睡一觉。听古局那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困了。你看，那我先回去睡觉了。看看。那行，干脆咱们休息休息。对，睡觉，睡觉。行行。
你就是个不讲诚信、欠债不还的老赖。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能出多少，算多少。姚总一直说没钱。郑贤，你欠我1000万。他都1个月没来上班了。我是房屋中介，这房子卖给我们了，就当做我的轻生损失费吧。小油件儿，大骗子，小油件儿，大骗子！哎，这么早啊？你们昨晚没回去啊？我也是刚来啊。那您呢？没回去吗？这路上来回折腾，浪费时间，还不如就在这儿将就一下。老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老赖是抓不完的，任务也是执行不完的。小同志，昨天晚上睡得挺好。我睡得可好了，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为什么呀？撞到贾有道了呗。这几个月让他给折腾的，没睡过一个踏实觉。这案子办不好啊，觉就睡不踏实。喂，我知道了。拘留所那边来信了，让我们过去。这个贾有道才关了1天就受不了了，这也太怂了吧！只要能找到姚晶晶，就能找到我的钱。他不仅贪了我酒店的钱，连我的别墅都给卖了。你的别墅？那什么，你们去过的。这别墅是我花钱买的，写了他的名字。现在他给卖了，卷款逃走了。你说你的钱、你的房，你怎么就心甘情愿地放在姚晶晶的名下呢？我是被鬼迷了心窍啊，一心想娶她过下半辈子呢。我看你是色迷心窍也差不多。你这都是一面之词啊。也有一种说法，酒店收入之所以进了姚晶晶的账，是你给她的经济补偿啊。你们千万别听他瞎说，他说的都是假话。你写给他的欠条，我们可能看到了。我是被那个小妖精给骗了，一边是白纸黑字，一边是空口白牙。你说我们该信谁的？我不是空口白牙，我有录音作证。那欠条你写不写？我写，不少了。这还差不多。局长，怎么样，撂了吧？还是局长老道啊！哎，不过现在看来，这家伙也是被人骗了。什么情况？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贾有道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条件，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我们需要对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根据核实情况，决定是否对贾有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我们支持你们按照程序展开工作，如有需要协助，可以直接和雷鸣同志联系。好的。
长，跟你们说啊，贾有道的案子没什么问题了，公安局已经按拒之罪立案侦查了。太好了！哎，坐。坐。哎，对了，局长，来喝点水，我刚起。我刚喝。朵朵，你怎么了？折腾了这么多天，案子有了结果，你不开心呐？贾有道也是个受害者。丫头，你这个立场可是有点问题啊！善因结善果，恶念开恶花。贾有道那是罪有应得，有什么值得同情的？我这是就事论事儿，依案说法。朵朵说的也有道理。其实那个姚晶晶啊，罪不容赦。雷鸣，你们团队的认识倒蛮一致的啊。哎，局长，我可还没发表意见呢。啊，跟你们说，这个案子跟你们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公安局去办。现在我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什么啊？不，局长，你等等，我这底下还有10几个案子没有结呢。这可是最高法院交办的。什么案子啊？还由最高法院来交办？前一阵咱们推出贾有道母亲的视频，社会反响很大。最高法院执行局让咱们好好的总结这次的经验，在这个执行大讲堂上给咱们全国的同行们讲一讲。这有什么可讲的？我那也是闲工夫。呀，我告诉你，案子要抓紧办，经验也得好好总结，必须完成。以前呀，我就觉得办案是最难的，现在看起来，这整理材料才是最难的。终于知道那些笔杆子不容易啦。这参加最高法院的执行大讲堂，代表的可是咱们执行团队的水平啊。现在看来，光靠胡克一个人恐怕是不行了。咱们大家都出主意，想想办法。豆豆，你最年轻，思想也最活跃，你先说说看。我觉得嘛，面对全国法院执行的同行，咱们的介绍经验站位一定要高，格局一定要大。有意思，说说看。现在不都在讲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吗？咱们就在这方面做文章，根据咱们的执行案例，对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这句话进行阐释。哎呀，朵朵，当初挑你来我们团队，看来没走眼呢。我，接着说。那钱是贾有道欠我的。贾有道欠你什么钱？贾有道欠我什么钱？你们应该问他去呀。我现在是在问你，这是我的隐私，我有权保持沉默。你必须如实回答问题。好，我一定如实回答。你和姚晶晶是什么关系？我和姚晶晶是男女朋友关系。男女朋友关系，怎么证明？我们之间的通话记录足以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强暴我之后，我做了他女朋友，不行吗？哪条法律规定不能给强奸犯做女朋友？可据我们了解，你们的关系不是那样的。我们俩的关系我清楚还是你清楚啊？我们需要证据。贾有道白纸黑字写着他强暴了我，这就是证据啊！这张欠条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不过是那个妖精骗我写的。我没有强奸他，也不欠他任何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这一切都是姚晶晶计划的。他就是个骗子，情感骗子。本人贾有道，这后边怎么写？就写你欠我1000万，愿以青瓦台汤泉酒店的收入分批还给我，直到还清为止。这别人要是追问
你解释不清啊。那你就写，你强迫我发生关系，怕我报警，愿意1000万做赔偿。哎呀，这也忒贵了吧？贵吗？哎，别，说，哎呀，不贵。你想想啊，一边是1000万，一边是蹲大狱，对于你一个资产上亿的老板来说，当然愿意出钱平事儿了。如果钱可以免牢狱之灾的话，有多少人排着队等着交钱呢？颠倒黑白呀！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嘛！你说什么呢？姐，我真是瞎了眼，我看错他了。你们俩还真不好说是谁看错了谁。我这一辈子在他手里吗？他害了我一辈子。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要靠自己掌握的。那是不是把姚晶晶抓住，钱追回来，把债还了，就可以把我放出去了？这个问题我们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法官说了算。真没想到，他居然跟我来这一手。估计贾有道也没想到你会跟他来这一手吧。事已至此，再说其他的也没用了。关键是那些属于贾有道的钱去哪了？我们调看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清零了。你不是说过，如果金钱可以免除刑罚，会有很多人排队交钱吗？现在你就面临着争取宽大从轻的机会，希望你知罪悔过。买别墅的钱还在，我可以交酒店的钱，我做投资了。姚总，我来办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不信。姚总真是冰雪聪明啊！我的旅行社呢，要在全国主要旅游城市开设分公司，我打算你老家的那个分公司交给你来打理。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肯定没问题。宋总，您不光只看上我的能力吧？说吧，还有什么条件？要不怎么说我喜欢跟你打交道，痛快直接。我需要的是股东，我知道你手头上有一部分资金，我希望咱们能够合作。这样行吗？怎么不行啊？这投资理财嘛，它就是把死钱变成活钱，充分发挥它的价值。等你赚了钱啊，把贾总的本钱给他还上，神不知鬼不觉。这个我得好好想想。咱们之间合作了也很多年了，我做生意做人的原则，您还信不过吗？哎，就拿咱之间的业务来说，他哪一笔不是清清爽爽？我从来不欠别人。这倒是啊。希望我们集中警力，尽快抓捕宋泽呢。抓住他，还钱！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我们警察这边一旦有了消息，我们肯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大家先回家了，对，好，谢谢大家，先回去吧，都回去吧，都回去了。是否记得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华夏5000年文明就在这8个字里闪耀。是否看到身边那一张张笑脸，一双双慈目？960万土地因此四季明媚，雨顺风调。是否记得那句“遇人玫瑰，手留余香”？祖先培植1000年的花园，姹紫嫣红，万里香飘。是否看到走过的山山水水，妩媚多姿？那都源于我们雕刻在心中的善良、勤劳。
下面宣判，全体起立。本院认为，被告人贾有道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侵犯了人民法院判决的权威和正常活动，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贾有道犯拒不执行判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及适用法律准确，其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贾有道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偿还判决书规定的给付义务，可依法从轻处罚。为维护法律和法治的权威，根据本案事实、性质、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第67条第3款、第45条、第4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判决如下：被告人贾有道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被告人贾有道，刚才向你宣读的判决结果，你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对判决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如果你对判决不服，可以提出上诉，上诉不加刑。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我不上诉。被告人贾有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一审审理终结，将被告人贾有道带出法庭。现在闭庭。局长，贾有道的住宅拍卖所得670万，姚晶晶卖别墅所得1500万元，全部追回。哦，现在共执行回来贾有道的财产2170万元，离他所欠的债务还有大概930万的差距。姚晶晶被宋泽以投资名义骗去的1200万，基本上没有追回的可能了。从目前状况来看，贾有道确实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执行的财产了。我看这个案子就可以终结了，通知一下所有的债权人吧。贾有道可执行财产已经执行完毕，我们决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今后要是发现贾有道还有其他的财产，再继续执行。是。好。是。